欢迎回到暗史档案，我们专门探索那些被课本跳过、被时间遗忘的故事。今天要说的叫拉里贝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准你把石头一块一块往上叠，你要怎么盖出一整座教堂？在伊索比亚的高原上，有人给的答案很反常，不往上盖，改成往下凿。这里是伊索比亚北部海拔2600公尺的高原，一年里有大半时间云就挂在山腰上，四周全是红褐色的火山岩，又硬又脆。从远处看，这里只是一座普通的山城，低矮的石屋，蜿蜒的小路，没什么特别。可是走近了你会发现地面不太对劲，有些地方被人硬生生切开一道道深沟。顺着沟往下看，沟底不是空的，在好几层楼深的地方露出来的是一整片平整的屋顶，而其中最有名的一座，从正上方看下去是一个完整对称的十字架，它的屋顶上还刻着一圈套着一圈的十字花纹，而整座教堂是一块完整的石头。重点就在这里，它不是被盖出来的，是被凿出来的。一般的建筑是把一块块材料从地面往上叠，这里的教堂刚好相反，是把整座山上多余的石头一点一点剪掉。这种做法完全不能出错，多凿掉的每一块都补不回去。而这样的教堂在拉里贝拉不是一座，是11座。11座教堂彼此用又窄又深的壕沟和地道连在一起，像一整座埋在地底下的城。门、窗、柱子、楼梯全部都是从同一块岩石里直接凿出来的。整片建筑群从头到尾找不到一块砖，也找不到一道接缝，因为根本没有拼接这回事。而这一切发生在大约800年前，那个时候统治这片高原的是一个叫扎格维的王朝。真正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中世纪的高原王国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把一整座城倒着刻进地里？扎格维王朝留下的文字很少，我们对这位国王的了解大半来自后来写下的圣徒传说。传说里他本来不该当国王，哥哥怕他抢位子，在他的酒里下了毒，毒没有杀死他，可是他昏睡了过去，整整3天，像死了一样。在昏睡的那3天，他说天使把他带上了天，在那里他看见了一座城，那不是一座普通的城，整座城是直接用一块块石头凿出来的教堂，在光里发亮。传说中神给了他一个命令，回到人间把你看见的盖出来。等他终于醒过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那座天上的城原原本本搬到地上。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没有那么神奇，答案藏在1000多公里外的耶路撒冷。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那里是整个信仰的中心，是最靠近神的地方。可是在1187年，耶路撒冷被攻下了，从此通往圣城的路变得又远又危险，许多朝圣者走到半路就被挡了回来，有的人再也回不了家。于是这位国王想到一个办法，既然去不了耶路撒冷，那就在自己的高原上盖一座新的，一座新的圣城，一座就算外面的世界再怎么乱，也永远不会被人攻陷的石头做的耶路撒冷。为了让这座城更像耶路撒冷，他们连地名都一起搬了过来。他们在教堂之间挖了一条干涸的水道，取名叫约旦河。这条约旦河把整座城分成2半，一半代表人间的耶路撒冷，一半代表天上的。从此那些一辈子走不到圣地的人，只要来到这座高原上的小城，就等于走了一趟耶路撒冷。信仰给了他们动手的理由，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更难，这么大的工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第一步，最反直觉，他们不是从地基开始，是从屋顶开始。先在平整的岩盘上，沿着教堂的外框往下挖出一圈深沟，挖到够深，中间就会留下一整块孤零零站住的巨石。接下来工匠再从这块巨石的外面一刀一刀往里面刻，外墙刻好以后，他们再从门和窗钻进石头的内部，一凿一凿，把里面实心的部分慢慢掏空。里面的每一根柱子都不是搬进来立好的，是刻的时候特意留下来没有凿掉的石头。也就是说，盖这种教堂，你得先在脑子里把整座完成的建筑倒过来想一遍。光是被凿掉，再一篮一篮搬出去的碎石数量就大到让人很难想象。他们甚至还想到了排水，高原一到雨季，水会灌进这些深坑里。
所以他们在石头里凿出一条条看不见的沟渠，把雨水引开。在这11座教堂里，最大的一座叫救世主教堂，它是目前已知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完全由单独一块岩石凿成的建筑，里面能同时站上好几百人。史料记载，整个工程大约花了24年。可是很多人算过，用当时的人力和工具，24年实在太快了。所以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白天是人在凿，到了晚上换天使接手。天使在夜里继续工作，效率是白天的2倍，一天的活其实做了2天。这个传说当然无法证明，可是他其实在说一件事，连当时亲眼看着它盖起来的人都觉得这座城不太像人的双手盖得出来的。去掉神话，我们也知道一些很实在的东西。这座城的背后是一整代训练有素，把手艺磨到顶尖的石匠。伊索比亚本来就有在岩石里凿教堂的传统，拉里贝拉是把这门手艺推到了极限。也有学者认为，工程里可能有外来的工匠参与，带进了不同的技术。不过把这一切组织起来，撑了20几年的是这座高原王国自己。而所有教堂里最精致的一座，据说是最后才动工的，就是那个十字形的圣乔治教堂。它的比例几乎没有一点误差，从里到外都是同一块完整的岩石。到今天，工程的每一个细节还是没有人能完全说清楚。大部分古文明的遗迹最后都变成了没有人住的空壳。可是拉里贝拉不一样，它从来没有被荒废过，一天都没有。整整800年，这里的教堂一天都没有停止过礼拜。走进教堂内部，光线很暗，只有一根根蜡烛照着被摸得发亮的石壁。神父手里握着一只织造型繁复的手工十字架，每一只的花纹都不一样。教堂里还藏着很多古老的手抄经书，用整张羊皮做成，一页一页都是人手写手绘出来的。有些神父一辈子就住在教堂旁边凿在石壁里的小洞窟。而一年之中最热闹的一天是纪念耶稣受洗的节庆提姆卡特。那一天，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从四面八方涌进这座小城，他们裹着白布，整夜赤脚站在冰冷的石头上，一遍又一遍唱着传了上千年的古老圣歌。祭司举着绣花的华盖，抬着蒙布的圣物，绕着教堂缓缓前进。在这里，这些石头教堂不是给人参观的古迹，他们是还活着的信仰。尤其是那座十字形的圣乔治教堂，800年来一直是最多人跪拜的地方。整座小城就这样围着这些石头教堂，一代接着一代，慢慢地活了下来。教堂的钥匙、经书还有维护的方法，就这样一代传一代，传到了今天。当然，800年的风吹雨打，石头也在慢慢受伤。怎么在保护它又不破坏它，一直是个难题。但对来这里的人来说，这些都不影响。他们要的是一个真的走得到的耶路撒冷。而那个从天上俯瞰、完美对称的十字架，成了整个伊索比亚最有名的一个符号。后来，这11座教堂被列进了世界文化遗产。可是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它从来不是什么遗产，它就是他们每天礼拜的教堂。清晨的钟声一响，他们就沿着800年前凿出来的石阶一路走下去。同样的石头，同样的祷告，800年几乎没有变过。当年那座真正的耶路撒冷换过无数次主人，被攻破过太多次，而这座用石头刻出来的一次都没有。一位差点被毒死的国王，把一场高烧里的梦变成了一整座刻在石头里的城。很多古老的城是先被遗忘，很久以后才又被人挖出来。拉里贝拉不一样，它从盖好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有人使用，一直有人守着，它没有失落过。在这里，一个看不见也摸不到的信仰，被人用最笨却也最坚硬的方式，一刀一刀变成了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为了一个信念，把一整座山一刀一刀掏成教堂。你可以说这很不理性，可是站在那道深沟底下，抬头看着那座石头教堂，很难不被打动。尤其是那个从天上看下去还是一个完整十字架的地方。800年前的人抬头望着同一片高原的天空，把心里的耶路撒冷凿进了脚下的石头。800年后，那座城还站在那里，里面的烛火也还没有熄。有时候，人为了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愿意付出的力气才是最让人吃惊的。如果拉利贝拉这座石头圣城
也让你想亲眼去看看那道十字形的深沟。那就顺手按个赞，也点个订阅。有你的支持，我们才有力气再去挖下一座被遗忘的城。那座刻在石头里的耶路撒冷，会一直在高原上等着愿意抬头的人。